我们接着上回的三让徐州开始，上次讲到了第60页，一让徐州了。这个陶谦想把徐州让给这个刘备来管理，但是刘备就是不接受，就是不答应。他们就开始算了，那就开始讨论怎么去对付曹操吧。然后刘备说，我想先写封信给曹操啊，劝他和解。他如果不答应的话，我们再去跟他打啊。然后他就写了封信，然后派了一个使者送给曹操呀。然后曹操就在军中啊，突然听说徐州有来使送来了战书，拆开一看，原来是刘备写的。刘备就是替曹操啊，就是跟曹操说呀，你的父亲啊，实际上是这个陶谦部将所为啊，实际上他根本就不知情啊，就希望这个曹操你能放弃丝绸啊，先撤兵啊，因为那个时候董卓的这些余党，李傕郭汜还在这个长安城呢，还在挟天子呢。曹操看了以后，拍案大骂：刘备是什么人，竟敢来劝我！然后喝令把这个来使推出去斩首。然后郭嘉也是一个三国里头很著名的谋士啊，聪明人呐，上前阻拦啊，觉得他这个事情做的不对啊，不能跟刘备就闹翻了是吧？郭嘉说：刘备远道而来，先礼后兵，主公应该好言回复，让他没有戒备，然后再去攻城，就容易攻破了。曹操这才息了怒气，吩咐款待来使啊，让他等候来信。这个时候没想到，刚准备写回信呢，结果探马就来飞报，吕布把兖州占了，是他老家呀，又进据濮阳了，形势十分危急啊！曹操大惊失色呀。这个时候郭嘉就劝他说：干脆你跟刘备就卖个顺水人情吧，答应退兵了，去收复兖州。其实他不退兵，他也要退兵了，他的家都被吕布抄了。然后曹操就回了封信说：我们要走了，不打了。这个时候陶谦一看，哎呀，曹操竟然刘备一封信就退兵了，心中很高兴啊，请了孔融啊、田楷啊、关羽啊、赵云啊进城宴会，大宴他们来支援的援军呐。然后呢，这个吃完了以后呢，陶谦呢又把刘备让到正座了，跟大家又开始作揖了，说我已经老了，两个儿子都不成器啊，还是希望能够这个送给刘使君呢。然后刘备又开始摆手了，我为了大义来救徐州，现在无端的把他据为己有，怎么可能呢？但天下都会认为我是个不义的人了。这个时候糜竺、陈登也都跟他劝说，哎呀，你正好是借此创立功业呀，你不要推辞才对呀，都劝他把徐州拿了吧。但是呢，刘备总是不想要，还是在推脱。他说：你可以把徐州交给许元术嘛，或者是袁绍嘛。说那怎么行啊？他们根本就不是什么英雄人物啊，不值一提。刘备还是不聪明，陶谦非常失望呀，这是二让徐州啊。说明公如果舍下我走了，我死也不瞑目啊，我就是你不能走啊。没想到那个时候刘备还这么高的声望啊。关羽也挺受感动的，他也跟刘备说：哎呀，你又不是我们强要他的徐州，人家好心好意要让给我们，你何必推辞呢？刘备说：你们两个也想让我做个不义的人吗？那是没办法，刘备作为大哥啊，他们说的话还是嗯他们两个小弟说话还是不可能改变他的想法的。陶谦没有办法了，就说你干脆你就驻守小沛吧，因为小沛就在徐州的相当于徐州的外围嘛。然后那刘备就答应了。还是不要徐州，这就是二让徐州不要啊。
然后陶谦就慰劳了各路援军呢，那几路援军都走了，孔融、田楷、赵云都要告辞了。然后刘备呢，临走的时候握着这个赵云的手啊，恋恋不舍呀，挥泪而别。刘备和关羽、张飞呢，就带着人马呢，就驻守小沛了。那么再说曹操他领兵回去了，然后呢，已经兖州、濮阳都已经丢了，就只剩下这个鄄城、东阿、范县3个地方被荀彧和有程昱死守保住。曹操领兵回去，曹仁就在半路就接了，就把吕布来打他们的事儿都说了一遍。曹操觉得吕布这个人呐，有勇无谋啊，不值得担心啊。吕布听说曹操已经领兵过来了，就吩咐副将薛兰、李丰，说你们各领兵1万，把守兖州，我领着大队到濮阳驻扎，这样可以造成鼎足之势。这是有勇无谋的第一表现来了。陈宫一听啊，陈宫还算是有点谋略的人呢，说不行啊，他们2个人恐怕守不住兖州的呀，因为曹操这么大军从这个急急忙忙的赶回来，你可以在泰山险路上埋伏兵啊，等曹兵过了一半突然杀出来，一战就可以捉住曹操啊。吕布不听，觉得我还能怕曹操不成啊？刚愎自用啊。曹操大军呢，这个时候走到泰山险路了，果然走到泰山险路了。众人都是怕有埋伏，因为这是条险道啊。如果你在山顶上布下这个伏兵啊，射箭啊、滚木雷石啊，你都受不了啊。曹操就说：“哎，吕布没有谋略，让他们2个守兖州，自己到濮阳去了，怎么可能到这里会有伏兵呢？火速前进。”然后就安安全全的就过了泰山的险路。曹操就让这个曹仁领兵去攻打兖州，自己率领大队直奔濮阳。陈宫一听这个曹操人马马上到了，又跟吕布献了一条计，说曹操远道而来，一定疲乏呀，不等他们安营扎寨，你就打他个措手不及，一定可以获胜。吕布是我才不把，我单枪匹马纵横天下，那还怕一个曹操啊？就是不听他的计策。曹操大军到了濮阳呢，歇了1个晚上，都休息好了，这些大兵都整顿好了，然后呢就摆下阵势，就等这个吕布出城厮杀了。城门大开，吕布一马当先冲出来了。然后后面的张辽、臧霸郝萌、曹信、程连、魏续、宋宪、侯成8员大将带着5万大军，战鼓咚咚直响。这里头稍微著名点的可能就是张辽了。张辽后面投靠了曹操，也算是一员猛将啊。曹操就指着吕布大骂：“我和你无冤无仇，为什么夺我州郡？”吕布说：“这是汉家城池，人人有份，为什么该你一个人独占呢？”随手就开始乐进和臧霸就打起来了。这2个都是小将了不是主将了，是属于副将啊。他们2个打了30多个回合夏侯惇就跑出来了。夏侯惇跑出来以后，张辽也出来了。吕布呢按捺不住了，马上就冲出来了。夏侯惇呢乐进呢就马上逃回去了，直到打不赢啊。这个吕布还是功夫还是挺厉害的啊。吕布谋略不行，功夫还是蛮厉害的啊。曹军大败足足退了40里吕布就赢了。然后陈宫就跑过来又献了一计说西寨的地位很重要呀，要防止曹操派兵来偷袭他说曹操挺会用兵的呀，要防他攻我不备。吕布这次还是听了他的话了派了这个3员大将去守西寨。
然后曹操这次就败了，回寨跟这个众将商议，于禁也在说啊，跟他说，哎呀，西边守军不多，我们要攻其不备，占了这个营寨。没想到跟成功想的一样，曹操就听了这个于禁的话了啊，亲自率领6员大将，马步兵2万，连夜从小路出发，就跑到西寨去了，然后去劫营啊。没想到那个西寨确实守寨的这个士兵不太多啊，马上就被打败了，四散奔逃啊。他打到四更天呢，吕布派的那3员大将才到，两军在寨外面就开始混战了，一直杀到天亮。突然，正西响起一片鼓声，里面报告了，吕布亲自杀过来了。曹操吓得要死，赶快丢下营寨逃跑啊！一听说吕布来了，他就打不赢啊，正面打肯定打不过吕布的。然后这几个小将也开始在后面追，吕布也赶过来了。于禁和李典2个人一起打吕布，还是打不过。曹操又赶快往北面逃跑。忽然山后面冲出一队人马，张辽、臧霸啊，曹操让这个吕虔、曹洪迎战。吕虔、曹洪都打不赢啊，那他们张辽还是蛮厉害的啊。然后又向西边逃，没想到又来了4员大将飞马冲杀过来，曹洪、吕虔啊，这个是拼死抵抗啊。然后没想到一阵梆子响，这个有人射箭呀，万箭齐发呀，射过来了。曹操这个时候吓得要死了，哪里都去不了，都是大叫啊，谁来救我，谁来救我。典韦远远就看到了飞马赶到，然后这时候典韦就来了啊，一员猛将啊，把他背上的双戟插到地上，然后取出10几支短戟，冒着箭雨，大踏步的就冲了上去。然后呢，把这个戟呀，像标枪一样的，距离只有5步的时候，像标枪一样一掷一中，都不落空啊！一连刺死了10多个，吓得后面的人赶快扭转马头，就赶快逃跑啊！典韦这时候又飞身上马，冲杀过去。吕布呢，那几个算是肯定打不赢典韦啊。典韦这个时候就把曹操救了，众将也都陆续都赶到了。天色已晚，曹操就下令回寨吧。没想到背后又喊声又响，这个吕布拿着方天画戟又冲过来了。这个时候曹操打了一夜呀，人困马乏呀，面面相觑，都想逃生啊。曹操也惊慌失措了，吓得要死。正在这个危急时刻，没想到夏侯惇带领了一队援军赶到，截住吕布啊，斗到黄昏时分呢，忽然下起大雨了，双方只有各自收兵了，没办法打了。吕布呢，回去就跟陈宫又开始商议了。陈宫献上一计，让这个城里头的有一个田氏姓田的一个富商，假意向曹操投降啊，然后在城中埋伏人马，等他把这个曹操呢骗进城里头，在4门放火，伏兵一起杀出，活捉曹操，就相当于是把他骗到城里头，然后瓮中捉鳖呀，成功一计啊。吕布就采用了成功的这个计谋，这次还不错，还采用了成功的计谋，让这个当地的这个富商田氏叫过来了，让他跟曹操写封信说自己会做个内应，曹操来攻城。然后曹操打了败仗正好没主意呢，突然听说，他们的城里头有人来送信了，一看呀，好高兴啊，有内应了，这下子这个城肯定能得到了。然后曹操就准备进城了。这个时候他的谋士刘烨就说，曹操虽然有勇无谋啊，但是陈宫诡计多端啊，只怕其中有诈呀。一句话把这个曹操给点醒了，他就只好全军呢分成3队，一队进城，2队在城外接应，
这大军来到濮阳这个城下，看到城门开出呢，两员大将率领一队人马，侯成和高顺，然后他们两个开始打起来了，就打了几个回合啊，他们都向城里头去跑了，然后呢，吊桥也拉起来了，都退到城里头去，不跟他们打。然后呢，这个时候呢，有几个小兵就偷偷摸摸的混到这个曹操这个队伍来看曹操，就说田氏又派来送信的，信里头就是说，当晚初更时分啊，城上面锣声一响，就开城门，你们就可以进城了。曹操呢，就准备自己率领着夏侯渊、李典乐进、典韦4员大将率兵进城了。李典一听就觉得有危险啊，说主公你还是留在城外呀，等我们去看看情形再说呀。曹操说我不去的话，谁还敢往前面走啊？是不是？还挺自负的。然后他们就在城外等啊，果然深更半夜有西门上面有呜呜的吹声号角，然后有一阵锣声，然后火把缭乱，城门大开，吊桥也放下来了，城门打开了。曹操很高兴啊，哇，一拍坐马，头一个冲进城去，他们都跟在后面，他们转眼就冲到这个州衙面前了。曹操一看，街上连一个人影都没有，就知道中计了，赶快跑，赶快跑，我们中计了。突然这个州衙中一声炮响这个伏兵出来了，喊杀的声音翻江倒海张辽、臧霸都冲出来了。曹操赶快跑赶快跑伏兵来了，他们都搞不清方向。然后呢，逃到北门，结果被杀了一阵，你换个方向跑到南门，又被拦住了。北门、南门，他们西门进的，北门、南门都穿了一遍。然后呢，结果呢，他们两个想跑，没办法跑，被拦住了。他们人少呀，只好又向北门逃。然后典韦杀到吊桥，回头一看，曹操哪去了？又反身又杀回去。然后在城门口就碰到李典，曹操在什么地方啊？李典说他也不知道呀，他也跟他失散了。然后这个时候烈火烧得通红典韦就叫这个李典到城外去叫救兵来，自己进去找曹操去。然后曹操逃到北门了，然后火光里头正好撞见吕布拿着这个方天画戟飞马跑过来，曹操赶快用那个袍子把脸挡住了，然后还偷偷摸摸的从吕布身边穿过去。结果没想到吕布就追过来了，拿那个方天画戟往这个曹操的这个帽盔上面打了一下，说曹操在什么地方？曹操就随手一指说前面那个骑黄马的就是啊。哎呀，曹操躲过一劫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，三让徐州第2让刘备还是没有接。然后呢，吕布和曹操打了一阵其实曹操也是命大，在吕布的手里头活了下来。我们下集再见，谢谢大家。